无论是上任特朗普政府还是现任拜登政府，加拿大都是美国最忠实、最卖力的反华盟友，在各领域的反华政策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最近，加拿大更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带头发表40国联合声明，用虚假的新疆人权问题抹黑中国，碰了一鼻子灰，还引火烧身。中国出手撕开加拿大虚伪脸面，而美国出手则给其致命一击。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加拿大做联合发言那天，中国就要求对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进行彻查，之后又对加拿大严重侵犯原住民妇女和女童权利深表关切。此外，还敦促加拿大打击国内持续存在的非裔、亚裔，特别是妇女和女童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与此同时，我外交部也多次指出，加拿大对自身原住民遭受迫害的事实掩盖敷衍，却对别国人权妄加指责，自己拿镜子照照。然而，这只是甩了一耳光，最致命的一刀却是美国给的。6号，据今日俄罗斯报道称，加拿大最大油气管道集团已经宣布，计划从美国政府那里追回因 Keystone XL 项目被取消而造成的150多亿美元的损失。今年年初，美国单方面以违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由，终止美加共同开发的这个原油管道项目。然而，美国突然反悔变脸，这对本就受挫的加拿大经济而言雪上加霜。在 MNP 最新一项调查显示，有 53% 的加拿大人处于破产边缘，距离无法支付每月账单和债务的距离不到200加元。加拿大的 MNP 消费者债务指数逐年创新高，这意味着半个以上的加拿大经济或面临倒闭破产。美国经常通过类似的变脸方式，长期将本国的经济风险转嫁给本就脆弱的加拿大经济。以石油为例，加拿大以泰明原油储量为全球第3，但加拿大并未因此变得富得流油，就是因为美国采购商经常以近5折价格购买加拿大石油，然而美国采购商做出的第三方中转生意赚差价。此外，加拿大天然气出口也被美国压制，美国对加拿大的经济打压无处不在，再加上美国正面临债务危机，加拿大经济也因此受到重大挫折。耐人寻味的是，加拿大一直被动接受这一不平等的交易，甚至还对美国马首是瞻，被美国坑也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据观察者网的消息称，在6月21号召开的第47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中国代表在7月6号的会上再次痛击美英加等国的人权劣迹。中国代表江端公使指出，对于叙利亚的现状，美国、英国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美国单方面的行为造成了叙利亚大量无辜平民伤亡、流离失所，且美英等国家对叙利亚实施单方面强制措施，严重阻碍了叙利亚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抗议斗争。而加拿大在近日则是屡次发现对原住民妇女和儿童实行强制绝育，这种残酷的行为，加拿大必须采取实际行动纠正错误。毫无疑问，在这次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中国代表江端公使再次痛击了3国，让这一次的联合国成为了中国的主场。但中国发言人持续输出，让美英加再遭痛击这一行为，完全就是他们咎由自取。要知道的是，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不停地在用人权问题来攻击中国，然而他们才是这一方面最需要接受整个世界审判的国家。有资料统计表明，美国在西进运动中大肆屠杀印第安人，最终导致印第安人的死亡人数多达数百万，并且到了21世纪以后，美国的印第安人仍然受到了美国的不公正对待。试问，就有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有底气拿着人权问题向中国开火？此外，除美国以外，那些跟着美国在背后散布中方谣言的国家，在人权问题上也同样糟糕。比如种族歧视长期存在于英国国内，加拿大也曾犯下严重的种族灭绝罪行，但是在美国人的操纵下，这些历史以及现象通通消失。但是随着网络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多的罪证被人们主动曝光，因此这次中方代表再次主动出击，在会议上美英加一个都跑不了。不得不说，短短几年时间，中国的地位以及外交作风天翻地覆的转变。这种转变让超级公知高晓松都开始转回国内，不再去鼓吹印度人有多么的祥和。尽管这很令人作呕，但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不难想象，未来第三世界在中国的领导下，那些遭到西方国家欺凌的小国，一定会有更多的被伸张正义的机会。美国妄想制造舆论、糊弄全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最近一段时间，日本方面频频在亚太生事，除了有响应美国遏制中国的号召外，日本在挑衅中国上还有他们自己的私心。对于日本而言，中国的崛起并不是一件好事，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崛起是其称霸亚洲的最大阻碍。
因此，无论是出于美国盟友的身份，还是日本自己的私心，其同中国对抗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日本近期的挑衅强度似乎是在把自己往死路上推。先是日本副首相公然踩上中国红线，叫嚣同美国一道保台，这样的言论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看来都是不可接受的，更何况是在坚定捍卫自身权益的中华民族看来，可以说这样的言论是十分危险的。而后最新消息又显示，日本最有希望成为美国在第一岛链部署遏制中国导弹的候选国。据朝日新闻报道称，美国印太司令部正在推进一项重大的岛链围堵计划，而此次重点将放在最有威慑力的第一岛链上，也即沿着第一岛链全链部署中程弹道导弹系统。从计划实施来看，这并非是一件易事，因为第一岛链的涵盖范围十分广，美国要想在中国眼皮底下说服这些地区部署导弹十分困难。不过，美国似乎找准了看似最好下手的那一个区域，也即日本。一直以来，美国都在日本有驻军，美军驻日军事基地也十分多。从这一现状来看，部署导弹似乎并不难。但是，若是从长远来看，这一计划如果真的实施，会让美日之间的嫌隙越来越大。从目前中美对抗的态势来看，一旦美国真的在日本部署了大量导弹，那么在战时，日本将首先成为中国攻击的对象。而早在美国在日本驻有军事基地时，日本的民众就颇有不满情绪。那么可想而知，部署导弹之后，日本民众将会掀起一股反美大潮。不过，向来只考虑美国优先的美军自然不会担心日本的死活，他们巴不得日本在亚太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急先锋，因为很大程度上，美国需要日本的支持才能维持其在亚太的军事优势。就连美国专家大卫·艾克斯也趁势拱火道，日本和中国一战的可能性越来越高。相比于中国受到大量来自第一岛链导弹的威胁而言，日本这一弹丸小国能否从中国战略打击下幸存，才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希望日本能够尽早认清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不要一错再错，否则中国新仇旧账一起算。自拜登上台以来，中美关系不仅没有因此得到缓和，反而加剧恶化。为了加大力度对付中国，拜登刚上任不久就亲自到欧洲拉盟友，企图达到围攻中国的目的。而在台海问题上，美国的干涉和指责也越来越频繁。按理来说，随着事态的发展，双方关系必定会持续紧张恶化。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方面却频繁出现各种对华释放善意的表态。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表示支持美台非官方关系，表示不支持独立。美国40多个团体联名致信拜登以及国会议员，敦促他们避免对中国采取对抗态度，优先考虑与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近日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都表示，希望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在战略以及商业等多个领域求同存异。可以说，无论是特朗普时期还是拜登时期，美国国内两党对华态度都非常一致，都是想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哪怕是不择手段，也要保证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年来美国才会明里暗里的与中国作对，从经济、贸易、军事以及科技等多个方面针对中国。事实上，随着中国发展近些年来越来越迅速，身为全球霸主的美国为此担忧自己的地位会受到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可在如今中美对抗仍在进行之际，突然对中国表达善意，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真的变了吗？如果是为了缓和关系，推进合作也确实有这种可能性。但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外界都心知肚明，想要该国低头简直难比登天。因此，就如相关军事专家所点评的那样，美国如此表态很可能是在混淆视听，背后憋着阴招。例如在台海问题上，美国此举很可能是一边喊着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口号，一边加大对台海的军事支持。美国很可能借舆论的口号来麻痹中国，进而做充分的准备，将台地区打造成遏制中国崛起的桥头堡。再者，如果美国是真的想与中国缓和关系，也就不会在对华释放善意的同时，还将10多家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了。尽管这也只是分析，但是美国背后的阴招不可不防，因此解放军一定要加强防备，必要时可随时准备反击。总的来说，不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变了，而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侧横发生了改变，不再是明面上对付中国，而是背地里用阴招。如此说来，突然对中国释放善意才是危险的开始，解放军反而更应该警惕。